好啦，iPhone 15 Pro Max 一周心得，它真的轻的非常的有感。那下面这个 C 口真的是超级方便。那至于这个火龙果发热的问题，还有耗电。好，大家好，我是苹果爹。那我们现在就来讲这 iPhone 15 Pro Max 实际使用体验上一周的心得。那有在 follow 我 IG 的人，应该都知道这一周分享很多东西，不管是我的续航力啊，在上面问的一些问题啊，或碰到的发热的现象，那都有很多观众跟我分享，然后我们有一起做测试跟回报。那这一周体验下来呢，应该是近年来评测 iPhone 感触最多的一周啊，就是它的体验起起落落，但没关系，我们现在就来讲我这个实际体验一周的心得。那我们会先从整个外观啊一些优点开始讲起。好啊，那首先就是这次变轻的这个机身吼，它不止变轻，它在侧边跟它上面整个握感都更好。那它因为向内缩眼的关系，所以它实际的体积是稍微小一点。那我个人觉得最有感的就是变轻的这一点。那这重量在拿几天之后呢？这一年来使用 iPhone 15 Pro Max 帮我练出的肌肉线条已经慢慢的消去了。好，没有啦，就是轻的会真的有感。那尤其你是从不管是13 Pro Max 或14 Pro Max 换上来的话，会更有感觉。那另外呢，上支影片我提到这个机身上的耐用度的问题不论是容易摔坏或容易去折断，那当时我们的结论就是可能是这个新的机壳三明治机壳设计的关系，让它比较容易在手去扳的时候去凹断。所以我会提醒大家说，你在拆手机壳的时候，尽量从边边慢慢去拨开，这种方式来拆。重点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新的材质，即使配上钛合金，它也没有比较耐摔。那既然它比较不耐摔的话，大家手机壳就还是要把它装好吧。今天的影片赞助商为 Mac Easy。那今天我们要介绍 Mac Easy Odyssey 系列的 iPhone 15保护壳。首先，我们现在聊聊防护升级这件事。大家是否还记得我们去年测试过的 Odyssey 吗？就是那次超夸张，我爬楼梯到顶楼测试摔 iPhone 14 Pro 的影片。那当时呢就展现 Mac Easy Odyssey 的超强防摔能力。那今年 Mac Easy 再推出更升级的 Odyssey Ultra 版本，防护升级更进阶，4.3mm 的防撞气囊，相较去年的 Odyssey 已经可以达到很夸张的16英尺超军规防摔能力。今年 Ultra 版的冲击吸收能力更进一步升级，最高可以达到22英尺的超高空防摔，让你的手机更有保障。在多用性上面，一样搭配了独家可拆卸式挂钩，还有可拆卸式气囊四角垫，可以依照你的使用情境，要户外运动使用挂钩，来搭配他们的多功能背带外出使用。那如果你平常不需要背带呢，也一样可以将挂钩拆卸下来之后，使用可拆式气垫，或是单纯造型上希望变化，都可以随时更改。等于一个壳给你多种不同的用途和风格，不用为了要有多出来的功能再买一个壳，等于一壳抵多壳。另外，在壳的背后也带有 MagSafe 的磁吸圈，而且它的磁力非常足够。就我这种不论开车或者充电都常常用到 MagSafe 配件的人，这也是一个必备的功能。那在壳的外形设计上，大家可以看到使用航太铝合金的外框，金属上手的触感很好，边缘设计也是切角的直线线条，再搭配斜角的倒角，让手感上更加的轻薄。这些设计上的巧思呢，在现在手机越来越大的时代，都对握持感很有提升。那在壳的内部呢，有蜂巢式的设计，可以吸收冲击。对比一般的 Odyssey 壳，大家可以看到在视角使用的脚垫设计上的差异，这也是让 Odyssey Ultra 版本在防摔上可以再度提升的原因。最后讲一个挂绳的设计也很有质感，调整长度呢也很容易，在金属挂扣使用雾面暗影的色调，和整体壳的设计风格也很一致。最后，如果你对上述介绍的 Odyssey Ultra 有兴趣，我也会给观众苹果爹独家的折扣码。现在使用我们的折扣码呢，就可以以优惠价格购买 Mac Easy iPhone 15 Pro 系列的相关配件，大家记得去使用咯。好，那下一个我们来讲这个侧边的功能按键，它到底是不是那么实用？那实际用了一周之后，我还是要先讲习惯性上的问题。毕竟我们用了 iPhone 10几年，都是习惯那个静音拨钮，所以突然改成这个单颗按键才能开启或关闭静音功能的方式，其实是有点不习惯，应该说还是没有习惯。但好处呢，就是我也喜欢它多了一些自由性，你跳到那个功能里面，看到它可以选非常多不一样的功能让你去开启。但我除了第一2天玩一玩可能去把它设成相机或其他功能之外，后来还是把它乖乖改回了静音键，因为目前就是单一的功能性。但变成静音键之后呢，以前非常直觉的，你看到这个地方就知道它是静音还是不静音。现在虽然在荧幕亮起来的时候你会看得到，或者说分辨得出来，但是你在水显荧幕在显示的时候呢，它其实是不会直接跟你讲。那我觉得这一点应该很容易解决。那我相信苹果应该很快就会释出更新了。如果我们大家一直抱怨的话，它可能就会在水显荧幕上面也随时让我们看到现在是不是在静音的状态。所以呢，目前为止这个功能键我还是只有把它设定为静音的功能。
那其他你外观上面可以看到的改变呢，当然还有下面的 USB-C。那说真的，我还是要讲这一点以实用程度来说，真的是方便太多太多。我手边的 SSD 甚至是 USB 的随身碟，你在外面有时候拍一堆的照片，想要快速转档，直接插上去就可以直接传送，然后在里面设好档案夹进行备份，我觉得超级方便。以前我都要用 AirDrop 的方式来传，那像我现在可能拍15 Pro Max 跟15 Plus 的照片，我就直接插上 SSD， 里面分好档案，用这个快速的方式传进去了。那这个方便的程度呢，同时也让我反过来了解到苹果为什么先前要一直把这个规格锁住，因为有这样超级广泛的周边产品资源之后呢，你可能在第一手机容量的选择上就不一定要选高容量的手机。那我们都知道苹果高容量其实收的钱是非常多的，那再就你也不一定需要再去买 iCloud 来备份，你可以用一个高容量的随身碟放在你的钥匙圈上，就可以直接进行备份，然后再加上这些所有的周边产品呢，它的价格都更加便宜。虽然你试想看看，如果你今天在国外旅游的时候，你到一个地方，如果你觉得突然随身碟不够用，你要去找随身碟的时候，你觉得你比较容易找到支援 Lightning 的随身碟还是 USB-C 的随身碟？那甚至是随便一个电器行，你可能都找得到支援非常快速的 SSD 来传输你的档案，而且现在的容量都很便宜，传输速度又快，所以你这样想起来，换掉 Lightning 对消费者而言好像是百利而无一害。所以这部分呢，以我个人体验而言，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的升级。好，那在我们再讲另外一个有感的升级，就是它的相机。那这边我们在上一支影片有比对过 iPhone 14 Pro Max， 那我们知道它表现上虽然是差不多，但是我们现在所抱怨的一些色调啊、白平衡啊、肤色啊、过度锐化等等，其实这一代都有改善。那上次我们比对的照片大多都是在太阳很大的户外嘛，那我们这次比对就是在一般室内的光源、一般室内的低光源，还有户外的低光源。那我们比对的手机呢是 S23 Ultra。那我个人觉得呢，它在色调上面的进步算是蛮明显的齁。那尤其你在人脸肤色啊，还有锐化的颗粒感上面，不像前一代这么差，但不是那么差，并不代表它就没有进行一些锐化啦。那像这种室内光源上看起来来说呢，我这边觉得 iPhone 看起来它其实白平衡啊什么肤色是抓的比较准一点，但是因为 S23 Ultra 它的处理美化就是还蛮多啦，感觉三星的演算法就是在抓一个比较讨喜的色调，那这个大家可能也不陌生。那或者说他们就是抓一个大家觉得一拍就可以直接上网的色调齁。那 iPhone 我觉得呢，可以用内建的滤镜稍微拉一下，那基本上应该可以符合蛮多人的需求。那这边的话，我觉得大家就可以自己看看啊，看自己拍照的习惯啊，还有喜欢的色调是怎么样。那另外呢，在室内极低光源的表现，我觉得很好也稍微拉一下，我觉得就色调蛮好看。但是你看跟三星对比后，那三星有时候它旁边窗帘的色调会有点跑掉，因为你可以看得出来，它在这种夜拍或者说低光源拍摄的时候，它可能侦测到脸。所以它的演算法要去拉高，加强脸部的呈现，但是同时呢，整个画面也跟着拉高。那 iPhone 的话，感觉起来就是没有特别去加强什么，可是整体就是维持一个比较平衡的色调吗？好，那再我们来到户外去拍拍看。那这边我觉得这种夜拍的情境下最能体会因为你在拍完的时候打开来看，其实你就会看到一张照片有蛮多的噪点，但是几秒之后呢，它就会自己处理，它就把这个噪点抹掉。那这个在现在演算法摄影的当道的情况下其实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啦。每一家都是这样做，他们会在处理去磨皮，然后去磨掉这些噪点。那我觉得其实这种户外的场景，说真的算是一个光源复杂也比较困难拍摄的这个情境。那以手机来说，今天他们做到这样的表现，我觉得真的已经不简单。但这种光源很少又复杂的情况下呢，你可以看出这两台都很努力的在演算出这个脸的形状，那甚至会出现很多不自然的油光，或是可能在嘴巴边缘的肤色啊，这个有一些皮肤锐化的地方，那这些都是肉眼完全看不到的，我觉得你近看也看不到，感觉是刻意去演算法去想出来、去制造出来的这个立体感。那这边我就觉得这不是我的偏好。那当然，可能摄影师在拍照的时候，一般就算在夜晚，他们可能会对比较好的光源啊，这样去拍照，知道怎么去避免这样强烈的对比。但我们一般人，比如说去旅游景点，应该都是手拿起来看到喜欢的景就拍了，对不对？所以呢，我这样的拍法就想说，看看反应量的情况拍起来怎么样。那再我们来看我拍这个树叶的地方，那我们拍不同的镜头去比对后，那我觉得他们白平衡的判断不太一样。那我们现场在肉眼去比对两台，觉得这两个白平衡其实都有点不太对啦。但是我们现场看起来这边蛮有趣的跟上一代相反，三星的反而比较接近肉眼看到的白平衡。那我说接近也不是完全一样，但是呢，三星在背部暗处的地方呢，其实肉眼看到的地方是很暗的，所以三星有刻意去加强。
那苹果的叶子呢偏绿偏冷色调，那我觉得这边反而是苹果的色调比较讨喜，而且它在背景的地方呢，是比较还原我们肉眼所看到，因为真的就是暗暗，几乎什么都看不到。那我们反复拍了几次，都是得到这样的结果。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两个品牌在夜拍的一贯的调性啦。三星就想要拉到整个画面都看得到，超级 HDR 的感觉，你肉眼看不到的，它也帮你打亮。那苹果就是尽量以肉眼看得到的地方，然后在亮的地方再稍微加强，但很暗的地方也不会再刻意去加亮它。但白平衡上面，我发现这一次苹果在侦测到有人脸的时候会做不一样的判断。那不然一般像这种景色的拍摄上面，也不会像以前一样的一昧暖调，像我们的习惯感觉都是 iPhone 都是偏暖，但这一次如果你不拍到人的话，其实它白平衡抓的方式蛮不一样的。那在高光抑制的部分呢，也像刚刚讲的，三星的演算法呢会努力的把它拉回来。那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很 HDR 的感觉那好处就是它不会爆掉啦，那坏处呢就是它的画面会比较平一点，比较 flat 一点。那以苹果自己来讲呢，它对比先前几代，其实它高光一直是有进步蛮多的，还是有些地方它就会让它爆掉，你是后置要拉也拉不回来。但是当你拍到人脸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它对白平衡的侦测有点不太一样。这个苹果这边呢，在有侦测到人脸的时候，我感觉它的白平衡又变成比较偏暖，然后三星又变成比较偏冷。那这边就可以感觉到说，这两家其实他们演算法上面，针对人跟景色都有不一样偏好的白平衡。那怎么样是好看呢？我觉得这个真的就很个人啦，看你们喜欢拍怎么样的肤色吧。可能也是三星是个亚洲公司，然后苹果是美国公司，跟他们针对肤色的这个采样这个数据都不太一样。那在我们比对这个4800万画素对比三星的5000万画素后，那这边可以看到这个细节的差异。夜晚拍摄上我的体验是我觉得还是尽量不要开这种方式在低光源拍摄，我觉得它细节保留很有限感觉有点浪费。那这边看起来你去观察细节，感觉大同小异我觉得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拍出来的没有差多少。那其实在现在 iPhone 直出了2400万对比 S23 Ultra 的1200万，我觉得也是要在白天上可能这个细节上看起来会更有感。那光源不好的话，我觉得它细节差异就不大。那再来我们也是好玩的，就是用它的长焦镜去拍一些文字的细节那这个我觉得在低光源下面，苹果单以一颗只有5倍的镜头来讲，表现其实真的算不赖了啦。那除非你真的拉得非常近，去看那种更小的字如果你真的很注重细节的部位，才会看到这种很像 Midjourney 做出那种 AI 去演算出来的这种字体那这边当然就是这个10倍对比5倍的差距，光学上面本身的差距可能就比较没有办法。那但这个就是好玩极端的一个比对。那再我们看看这个拍月亮的地方那10倍镜头对比5倍镜头，然后加上三星它其实会后置一些月亮的细节上去，那这个很难比较。但我们这个就回到刚刚讲到这个地方了，苹果是不让你知道现在用哪一颗镜头，所以你在光源不好的时候要用这颗长焦去对焦，真是非常的痛苦。它一直在主镜头跟长焦之间随意切换，那当你好不容易调好曝光，觉得对焦到了，它就突然跳走。那可能苹果会说，我又没有给你拍月亮，自找麻烦。但我们就是好玩对比一下，可是你看我努力的这个很久之后，我终于用苹果拍到了月亮。好了，那这边就是好玩，让大家看一下啦那再来就是低光源的录影，那这边大家看到，不论是室内室外，必须说这个很惊讶，因为这个地方我在室内其实脸是看不太清楚的，我肉眼看不太清楚，但是这些相机都可以拍得出来。那我觉得以一般旅游来说啦，手机的夜间录影可以做到这样，应该算是非常够用。那两边都可以拍得到，但录影的话，iPhone 有个点我觉得真的蛮不错，它镜头切换之后的色调非常一致。那这个 iPhone 一贯在它录影上面是有优势的但是当然你切换到超广角和长焦在这种低光源的情况下，一定会画质崩裂。那我觉得真的光源不好的话，你还是就依赖主镜头来录影是最保险。那我们今天讲主镜头，我觉得两边的看起来都不错，但是风格也差很多啦。那特别是对曝光上面的侦测不一样，那还有高光抑制曝光选择上面也是跟刚刚一样的情境三星好像会压得比较低一点。那这边大家再来看看比较喜欢哪一边的成像，因为色调真的也差蛮多的。好，那整体相机表现来讲，我觉得这15 Pro Max 以3颗镜头看起来真的算是还不错啦。那再来我们来讲讲续航力的地方，那我觉得这边要讲到续航力，就一定要跟发热一起来讲。那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有点相辅相成的这个情况。那我们先说一般的使用情况下，我觉得它跟14 Pro Max 没有什么差异。那如果说跟我现在电池健康度只剩91%或90%之间的14 Pro Max 来说呢，好像15 Pro Max 还稍微差了一点点。那这边我觉得每一个人使用续航力的体验都会不一样。那我看到很多续航力的测试都是在持续使用，他们有个软体让它一直跑，然后换不同的 App 去超机的情况下来做这个续航力的测试。但是在14 Pro Max 的续航力
评测的时候，我自己就有讲过，我在意的重点反而是它在闲置待机的时候掉电快不快。那以我平常的使用情境啊，我早上起床后来上班的时候，因为我用苹果生态链嘛，所以我的 Mac 上面所有的讯息什么东西我都收得到，所以手机我就可以放在那边，基本上画面朝下，我又不太需要去用它。但是它就算连放在那边，它都会自己一直掉电。那所以我这边是以我自己使用的方式来说啊，那近年来的不论是 A16到现在的 A17 Pro 对比，我们这边就不讲手机厂牌啦，以这2颗处理器去对比现在高通的8 Gen 2来讲，苹果这2颗处理器它闲置的时候掉电都比较快。那这一点呢，就在你今天如果使用时间一拉长，比如说早上起来到你睡觉前可能有16个小时是你醒着的时间，那你中间手机闲置的时间一定会不少嘛，那你就会体验到这个差异很明显。所以我只能跟你说啊，以我自己的使用体验、日常使用来讲，这一支的续航力跟14 Pro Max 大同小异。那对比13 Pro Max 来说的话，就是不能比，但是对比12 Pro Max 来说呢，它比较好。好，那最后就讲到这个发热的地方啊。这个真的是说来话长。那我在录影前呢，也还在持续测试啊。你看这边有我们要测试的东西，温度计什么我都还放在这边。那我们也测了几天，也有很多不同的创作者帮忙，然后有很多观众也愿意自愿自发帮忙测试。那我们都在找如何去复制出这个发热的原因。那这个不找还好，一找真的是一团乱，很多人好像会发热的时候跟他使用情境用途都不大相同。那我们一定要先慢慢排除掉一些东西，把它 narrow down， 才知道说，问题有可能出在哪。那第一啊，就是如果它处理器要跑到高效能，就是苹果发表会讲到那样的高效能的时候，那它是用更多的这个功耗瓦数去换来的。那大家要注意，其实随着处理器世代的进步，我们要看到，我想看到的是用更低的功率去达到至少相当或是更高的效能。不然你如果说都是这个提高瓦数，然后再硬踩下去拉这个表现的话，那这样就不是进化嘛，对不对？那手机就是这么小只，你要怎么样一样的尺寸，一直去用功耗去拉高它的效能，那同时还能省电。那加上现在蔡司都已经证实它散热设计不佳，那这些讲到的都是硬伤，没有办法改变，除非下一代更改设计。但好消息就是说，这边说的是高耗能啦。那如果你用不到，或者说苹果愿意释出这个更新后去锁住它的效能，或是给你选择的话，那或许这个可以控制住。但是你就要牺牲掉效能嘛，就开省电模式一直用它，然后随显萤幕背景更新也不能用，这样也没道理啊。好，那以上那些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硬伤排除掉之后呢，现在我们在家庭测试的是为什么平常有事没事没有什么使用它的时候它会发热。有人是在开 IG， 有人是在用 Line， 有人是在拍照。那我们现在也在一一测试，用不同的设定，然后排除不同的情况，看看这些差异在哪里。那我拍完这片之后，我们还会再持续测试。那因为这个部分还是要比较严谨一点啦，所以真的有找到什么原因的话，我们影片才会再发出来。但目前可以跟你说的，不管在什么环节的测试下面，这些一般人会讲到，可能会造成它发热的现象的使用情境下呢，不论是对比14 Pro Max 或是15 Plus，iPhone 15 Pro Max 都是温度最高、最烫手的那一支。那也希望这样持续提出问题、找到问题，可以让苹果加紧解决。那结论就是呢，这个是很复杂的感想啊。你说优点，它真的也有啊，像是更轻的机身，这个真的蛮有感的，然后更好的握感，即使在装上手机壳，你也会感受它变小。那 USB-C 它的扩充性，跟你这样以后要备份所有的东西，你可能以后开始在买手机容量的思维会有很大的改变。这一点真是超方便。那相机的进步上面呢，我觉得你跨世代上来会超级有感。那至于缺点呢，就像我上次在15 Plus 的那一支开箱心得讲的，我说啊，用苹果曾经我们最自豪的地方，规格不用最顶，不用堆料，你可能列表上面1:1比出来，什么都赢不了，但没有关系，我们有最稳定的体验，对不对？但现在连续2年现在这个旗舰机型让我得到这样的体验，就是有点好。那3年前12 Pro Max 的时候，那一支评测我说等优化不稳定，大家等一下。那我当时是真心的相信这优化就会解决问题，但是等了1年没有。那后来到13 Pro Max 的时候，那支超级稳定，虽然跨个世代，但是它至少解决了问题，所以让我重拾一点信心。那后来到了14 Pro Max 的时候，碰到不稳定，我因为13 Pro Max 的稳定让我有点信心，和我说14 Pro Max 不稳定，大家等优化。那后来过了1个月，过1年。我还是没有等到，所以你说现在这一刻，我有办法很有信心的跟你说，放心等苹果优化解决问题。说真的，我不敢这样讲，因为连我自己都不相信了。那当然很多事是比对出来的。如果你从一些更旧的机型上来，可能整体还是这些升级的有感度、爽感，还是会大大超越这些有时候会发热啊这些什么等等问题，或者是你本来机型很旧，本身也在发热，所以这样总体起来，肯定你的体验感还是非常有感的加分啊。所以我们还是会继续测下去。有些问题呢，我们可能在等它可能一个大更新，点
1的版本哦，那持续来测它，看到我们找到这些问题，在这些更新会不会得到部分的解决？那有的话，我们再来持续跟大家分享长期的这个测出来的心得。那也很感谢很多观众都在持续跟我们分享，帮我们测试。那你们如果要什么很及时这些发现动的更新的话，就可以去 follow 我的 IG， 或是你找到什么问题要在 IG 上面私讯我跟我分享，那都非常感谢。那我们今天iPhone 15 Pro Max 的1周心得就先到这边，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见，拜。